人生各面各有风景。你好，我是蔡康永，这里是由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酷我畅听所出品的明星访谈综艺《12扇窗》，总有一处风景在窗前等你。康永今天所邀请到的是 Into One 刘宇。那我们在聊的事情当中包括了一个人从几岁开始会想象他对于自己的人生，然后他为了要迈向这个想象会做哪些事情。那我们现在有一些人会提问，让我们两个人或者其中之一来回答。那刘宇，我们来听一下这些问题哦。好。我小时候父母离异了，我跟着妈妈过。妈妈对我的要求很严，什么事都要我做到最好。考试考得不好，一定会被她骂。考得好的时候也得不到她的夸奖。我知道妈妈的心里是爱我的，但有时真的很难达到她的期望，觉得非常难过。我该怎样才能摆脱这苦恼呢？好。其实这个现象还蛮多的。好像每个小朋友都会经过这些事情吧。对。所以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吗？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其实我希望你能够可以多从妈妈的角度去考虑。因为妈妈现在成为你生活的一个支撑，她要扮演的角色其实不只是妈妈了。她可能扮演你的老师，扮演你的爸爸，甚至是保姆。她身上有很多的身份，那如果不严格的要求你的话，她其实就没有办法去让你获得成长。当然这样也是对于妈妈也需要去做改变的。我觉得你可以去多考虑考虑妈妈，但是你同样也要更好的去告诉自己，妈妈这样其实做是没有错误的。当然你已经知道妈妈是爱你的了，所以你更好的去调整自己的心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刘宇，你的妈妈听起来就是一个完全支持你的妈妈。我可以直接说我妈妈是一个很凶的妈妈，但是呢她在一些事情上面她会支持我，但是她同样也会非常严格的要求我。凶是指哪一种？凶是说你现在给我把饭吃完，不吃完我10分钟就把饭收光，是这种叫做凶？还是也有过她的整个气场都会很凶。因为她从小就是做的职业呢，也是一个需要独当一面的职业。然后每天和各种不同的人打交道，然后需要去谈判生意，所以她整个人的气场会变得非常的强大。那有时候她不可能在一个职业和妈妈之间完美的转换。对，她可能会把一些状态带到和我交流上面，但我会理解她。对，你可以顶嘴吗？我会我会顶嘴。他会抓狂吗？还是我们俩会拌嘴生气的，我真的会吵架。吵完架之后两个人开始冷战了。相视5秒钟立马就哈哈大笑。这很难得哎，这没有冷战啊，就不到5秒算什么冷战？对啊，但是吵架的时候又是那种真的很生气的吵。然后又5秒就好。吵架的时候讲话可以到什么尺度呢？就是可以说你烦死了，可以这样讲吗？没有。不可以这样讲。没有，就是可能吵架的就是语气稍微硬了一点。就声量变大，然后语气变硬。可是不可以说你很烦。对，该说不出口。那还好，很多妈妈都会被说很烦的啦，所以你还是挺怕你妈的，是不是？以前怕，现在其实没有那么怕了。你有跟她沟通过吵架的事吗？比方说叫她不要用什么态度来对你，可以沟通吗？她可以沟通的，她随着我慢慢长大，她的态度也在慢慢变化。在我小的时候，因为我也是离异家庭嘛，然后她可能想让我感受到的是，我身边没有爸爸，我也可以充当一个爸爸的一样的角色。我很理解她，但是我不说透她。你说她希望你感觉她也可以当爸爸的角色？对，对，她一直给我的形象就是一个女强人的状态。那你有跟她说不用那么辛苦吗？没有，我觉得她有时候也很享受她这种力量很强大的这种状态。我觉得也是给她的一点信心，给她自己带来一种力量。如果她真的是一个很温柔、特别平和的妈妈的话，我觉得那对她的职业，包括对我来说，都不是她自己了。那请问现在这个状况的话，妈妈如果交男朋友，你会同意吗？当然会同意。真的吗？
你们聊过这事儿吗？我妈妈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OK 对，就我觉得现在是离异家庭嘛，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对于感情其实都是很自由的。OK， 他们谈恋爱啊，包括他们去结交新的家庭，我都是非常支持，我一点都不排斥也不反对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又不是一辈子就得栽在你身上，又不会一辈子对你服务什么的。你长大，你已经有自己独立的能力了。他们需要爱的时候，你当然需要给他们爱。这是亲子之间的爱，并不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爱，他们还需要爱情。当然，男女之间的爱当然很重要。是，所以妈妈交男朋友要给你看过吗？当然不需要给我看过。但是我妈妈很谨慎的就会引导我去和她交流。OK，那你是出于一个配合的状态，就是了解对方一下这。但是我不太过多的去了解，因为你知道妈妈经历的事情肯定比我多。是，我再从我的角度去干涉他们的感情，那是其实小巫见大巫了。你讲得很好，就是你不要进行太多的了解比较好一点。是他在谈恋爱，不是你在谈恋爱，你就不要管这事了。是，所以只要他感受得到你是支持的，我觉得这就已经很够了。是的。刚刚这位女生问的这个问题，我其实只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啦，就是爸爸妈妈对我们的期望当中一定包括我们的快乐，不会有爸爸妈妈期望我们成功可是悲惨的，不会有爸妈期望我们成功可是痛苦的。就是如果你成功了却痛苦而悲惨，那不是爸爸妈妈的期望。所以呢，偶尔有恰当的时机是可以提醒一下这些非常高期望的爸爸妈妈，就是让他们也理解你也是有快乐的需求，而你的快乐其实一定也是他们所期望的。我觉得这样沟通下来，可能他们就不会只期望那些所谓世俗的东西，而忽略了你的平静跟快乐。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建议啊。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可以听，我听听看。好，我承认我是个性格大大咧咧，不太容易注意到别人情绪波动的人，因此常常在不经意间冒犯了某个敏感的朋友，被别人说情商低。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有什么办法可以锻炼情商吗？哇，情商，这是康永哥最在行的一个事情。没有，千万不能这样讲，这样讲很危险。我其实一直也想，就是怎么样去提高自己的情商。因为我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然后也想要在别人面前做到最好。其实这位朋友说的我也很想要去做到，因为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哪一句话就说错了，然后对方就会特别注意，特别敏感。是因为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自己说错一句话，然后某个人会特别的不舒服了，然后我就会觉得好内疚，好内疚。但其实人生总会经历这样的事情，你不可能每一句说出来都是完美的话。你既然已经注意到了就是别人的情绪波动，那说明你已经感受到，你人都是有共情的。你发现了自己这句话说的不太正确的时候，你下一次再和他沟通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这个点，其实他是不舒服的。我觉得人都是在成长当中走过来的，对，只要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会是一件变好的事情。刘宇超适合回答这一题，因为你就是一个很贴心的人，然后你很在意别人的感觉。可是你今天跟我聊天，你可能会察觉我不是一个那么想要让别人一直都很舒服的人啊。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情商，所以刚才这个问题里面有一件事情是他已经讲了，这是一个敏感的朋友。我们会觉得一个人敏感呢，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太容易被冒犯了，就是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容易感觉这是针对我而来的。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可能是你这位朋友的情商低，而不是你的情商低啊。就是他把自己的规则无限放大到每个人的身上，他不乐意的事情别人也不能提。那这个当然对他有一个恶有恶报，就是他很容易生气，他很容易不快乐。所以他应该觉得他的情商有问题了，他最好能够改变这个状态，要不然他会活得很辛苦。他如果发现每一个对别人而言都很贴心的朋友，为什么到他这边就会惹他生气的时候，他不一定是要追究那个朋友，而是要追究一下他自己是不是把标准定得很高，然后要求每个人都听从。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提醒，就是第一个，
你这个朋友可能太容易被冒犯，所以这样子的朋友如果令你痛苦的话，我觉得你不一定要怪在自己的头上。那我想要讲的事情就是，情商其实不是要增加我们活下去的困难的程度，情商是要降低我们困难的程度，情商要我们活得容易一点所以如果说情商只是造成我们要无穷无尽的去贴心照顾朋友的情绪的话，我们会累死的。情商应该是让我们辨认一下每个人跟每个人之间的分界点在哪里。就是我今天跟刘宇聊天的时候，我们两个会有个界限，当我想要超过一点那个界限，我会在前面先提醒他说我要问一个超过我该问的问题，然后你如果不高兴的话，你可以立刻不要回答，或者是我会讲这些话，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界限在哪里，然后我希望这个界限是刘宇也知道我尊重这条界限的。那主持人的乐趣就是时不时跨过那个界限，一点点去招惹对方，可是还是希望能够，就是刘宇所说你喜欢的八卦就是这样得来的，就是我们得时不时的做这件事情。那所以刚刚这个提问的人，我也觉得你跟你的朋友应该要有一个界限在，他如果有界限在，他把界限划清楚了，你就不要去踩那条线就好了。可是如果有一个人始终都不画出这条界限，他就不能怪人家老是踩到，因为他可能把界限画得很大很大，每个人经过都会踩到，那就这个朋友就是让你很吃力。所以不要不断的要求自己服务别人，你要知道情商是服务你自己的，不是让你服务别人的。这是我的建议，我希望包括刘宇在内，我们大家都可以活得对自己好一点，然后不要那么多要求我们自己。好，我们再听一题，最后一题来。好。我已经是第59次发誓要减肥了，可是不吃米饭我真的很饿。食量真的是可以通过后天锻炼慢慢减少的吗？我也在坚持运动啊，可是没有变瘦，我只是成为了一个健康的胖子。到底怎样才会瘦一点啊？我真的很想穿那些好看的小裙子。说到减肥这个问题也是问我是白问的问刘宇吧。这位朋友说的也是我的困惑。对于我来说，我现在跟我的队友们也都说我今天要开始减肥，我明天要减肥，我前几天都说了我要减肥，他们也会这样跟我说。那其实不吃米饭真的很饿，然后食量会慢慢变少。这个其实有一个说法是，食量确实是可以慢慢变少，但是你要以一个健康和科学的方式来让你的食量慢慢变少。你如果说你一个不健康的方式来让自己食量变少，有一天你就会突然反弹，你会把之前的工作全部都作废。那我觉得你很想穿那些很好看的小裙子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每个人对于美都有追求。我也很想穿非常好看的衣服，有时候我的身材甚至也穿不了那些我喜欢穿的衣服，那我就要去为之努力，就看你的目标到底明不明确，你的方法正不正确。你要在一个正确的方法里面有一个好的心态，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去减肥，这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同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要开心。虽然我知道减肥的时候肯定不开心，但是你可以找一些开心的事情让自己开心。对对，健康的小胖子听起来已经很令人羡慕了，就是起码有健康在。对，我完全没有资格回答这一题。我还是有很多想要穿的好看的小裙子，可是我已经只能够回味我曾经穿过的一些小裙子就好了，就以此为自己堕落的一个借口。那可是刚刚刘宇讲的很对，就是你在开心跟瘦之间的选择的话呢，就是我当然见过一些靠着意志力瘦着而依然保持瘦的人，那可是他们也有可能不太开心，所以呢，对，我不知道这两者怎么选择，也就是你瘦真的很漂亮，然后真的可以穿很多漂亮的衣服，可是你的不快乐同时也会让身边的人可能远离你或者害怕你，这是一个取舍。就是刘宇讲的很重要，就是开心很重要，就是如果你瘦着却不快乐的话，别人是会感觉得到那个惨淡的气息的，就是所以
要取舍一下。我觉得就瘦一阵胖一阵吧，就是对呀，不能一直瘦着，一直瘦着然后一直不开心。我觉得还不如你就有的时候开心而胖胖的，有时候瘦下来。对啊，可是刘宇是专业表演人士，所以你的经纪人是不会同意你偶尔胖胖这件事情的。每个人职业都不一样。对，可是我感觉起码你的舞蹈背景的训练使得你好像对于吃苦，就不要放纵你的身体这件事情有很好的纪律感在，这个很棒。是，谢谢。我有一次去探望我的舞蹈家朋友，他当天才开完一个大手术，然后我是第二天去探望他，他就站起来在病床前面把腿抬到头上给我看。他说就是舞者会比较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然后会检查他。他说你们一般人就是没有每一秒在体会你的身体是什么状态，跳舞的人必须一直体会自己的身体是什么状态，所以他发现自己没有像医生所预测的会那么虚弱的时候，他就比较敢动自己的身体。你知道我们平常人开完刀，我们就觉得医生叫我们躺好不要动，我们就乖乖躺好完全不动。可是他就会觉得说，让我动动看，就一动脚可以抬，他就抬了，就这样。所以我觉得学舞蹈的人真的对自己的身体态度不一样。了解，我会努力的。刘宇获得了大家的认可，是因为他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向，并不懈的努力。关于如何找到方向，刘宇对大家还有一个建议，我们马上来听。